如果究极进化的完全沉浸式 RPG 比现实更垃圾的话，这部作品的原作完结了吗？靠，这个名字是真够长的。不过这个作品其实并没有完结，但它质量是真的可以，还挺好看的。首先，该作其实是由名为土日月的老师于2020年开始在角川集团旗下的 MF 文库上连载的轻小说作品，连载至今，它其实才出了4卷为什么这么少呢？因为土日月老师其实是这个勇者明明超强却过分慎重的原作者，那个书从2017年开始写到现在也才出了7卷，也没写完，更别提后来出了这本 RPG 后，土老师又觉得不过瘾了，又在2022年开了一本新书，叫即使在残酷的异世界的铃木也依然可爱的新书，主打一个光开坑就不甜，越写名字还越长。而我们2021年看到的 RPG 的12集 TV 动画版，实际只翻拍了小说的前2卷的内容，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为什么这个书才出了4卷，它就会被翻拍成动画呢？因为土日月老师的小说真的是内容是很耐看的那种，所以今天我就接在动画之后讲一讲这书从动画完结之后第3卷、第4卷又讲了怎样的故事。总结不易，望各位多多点赞，多多支持。首先，紧接在动画之后，故事来到了第3卷。此时，男主阿红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在从女1号如月那里获得了新的游戏机之后，男主进入游戏后就很快先去拆穿了士兵长特斯拉监禁哥布林的孩子，靠控制哥布林来威胁城里的人不能出城的阴谋，并且这一次男主预判了所有人的动作，制服了士兵长和城主加班。不过，男主并没有杀了他们俩，因为男主怕他俩死了以后会跟自己的基友马丁一样变成恶鬼，天天缠着自己，那是真难崩啊！所以男主最后把这2个人交给了城里曾经跟自己一起训练过的士兵好友们。这帮士兵好友们善意的表示，他们很懂男主，一定会替男主把这2人折磨的半死不活啊！男主看这些人突然变成了城里的掌权者之后，嘴脸变化之快呀，一时还有点不适应。如月却在边上说：“这就是激战，这就是他的真实性。”不过经此一役，男主终于可以出城了，而拷问官米扎丽萨以及青梅竹马艾莉西亚此时都表示愿意成为男主的队友，陪男主出城一起冒险。虽然这俩都是抖 S， 还都嗜杀成性，甚至互看不爽，但男主奔着多一个队友多一个人手的想法，还是带着他俩一起去往了下一个城镇。后来在快到下一个城镇前，如月告诉了男主，这个城镇附近的森林里都住着半兽人大家都知道日漫里面的半兽人是个怎么样的存在，对吧？不过游戏开发商怕吃官司，所以在展现兽人的真实性方面，故意设计成了兽人只会袭击男人，而且人均拥有肛门撕裂技吓得男主当时菊花一紧，脚一滑没看路就中了兽人的陷阱。幸好男主还有2个队友，于是男主求救的时候头这么一回，就发现拷问官跟自己一样挂在半空了。不过青梅竹马并没有中招，成了唯一能够对抗兽人的人，但青梅竹马的匕首攻击根本杀不死皮糙肉厚的猪头兽人。好在青梅给男主争取到了时间，男主挣脱陷阱自由了之后，下来一刀就杀了兽人，然后就见拷问官欢呼雀跃的跑过来在肢解猪头兽人的尸体。原来这个游戏里面的怪物不会变成光粒子消失，所以卖商店的材料都会以真实的尸体的状态靠人力分解，然后背去商店里卖才行。男主看拷问官杀猪的那个场面差点吐一地幸好女1号如月在场，如月使出了游戏 DLC 给的特殊技能马赛克，让拷问官分解尸体的画面变成了一堆花花点点的东西，搞得那个画面更恐怖了。男主当场吓得要登出游戏不过登出前青梅竹马一改之前杀人魔的状态，并表示了对男主的感谢。那软糯的少女状又让男主动容，也让男主有了继续玩下去的动力。其实男主之前为了应付激战这款游戏，重新练起了跑步，增强了锻炼，这也使得男主开始变得更加的自信，甚至开始有妹子给男主鞋柜里面塞信件，说要跟男主成为朋友。所以打攻略完第1座城之后，男主那个自信心就开始爆棚了。第2天男主再次进入游戏的时候，因为有攻略网站的帮忙，再加上自己能力提升，男主很轻易的就杀掉了10个围攻男主他们的兽人，然后男主他们就扛着一大堆装尸体的麻袋去了第2座城市米斯丁，而兽人的材料很快就卖了出去。男主拿到钱之后更是得意的开始到处挥霍。不过在游玩城市期间，男主认识了另一个游戏内的男性真实玩家，名叫沈雾不过沈雾能离开第1座城，以及为什么他来到了第2座城还没有离开，其实都在沈雾的胸口的名牌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沈雾的胸口名牌上写
写着兽人的情人啊，你想象一下。如月后来更是表示，你看啊，这就是这个游戏的多样性，玩家能够开发出各种各样的玩法。如月甚至表示了，只要玩家想，甚至能让 NPC 怀孕。如月这无意间的心理暗示让男主胡思乱想了很久。更要命的是，男主带同伴去客房休息的时候，青梅还在大半夜来搞了偷袭，跑来亲了男主的脸颊，明送秋波啊！要不是拷问官半路杀出，男主差点就把这个游戏玩成了成人向。不过这就搞得男主越来越得意忘形。为了继续快乐的攻略去往下一座城市，男主他们后来在游戏里的白天时去了冒险者公会，打算大赚一笔后就开启去往下座城市的主线任务。结果却发现这个城市里面的任务全都是猎杀猪头兽人。男主当时就没有忍住，大声吐槽：这游戏开发团队也太懒了吧，就不能设计点更强点的怪物吗？男主的吐槽却让公会里面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 NPC 都僵住看向了男主。很快大家又都嘲笑男主是不自量力的人，其中一个 NPC 更是跑来嘲讽似的给男主一个超高级别的任务，讨伐十字路口的恶魔。男主此时还不以为意，觉得这回可算是有自己大展拳脚的机会了。正当男主接下任务时，突然一个褐色头发的妹子跑来，泪眼婆娑的一把搂住男主，然后说道：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到来呀。原来这个新出场的妹子叫艾米，从她身上带着的胸牌已经可以看到如月这些特性来判断，她也是一个真人玩家。而在艾米自告奋勇的带领之下，男主很快就找到了十字路口，并轻松的杀掉了恶魔不过这个恶魔其实是头上带了一个角的猪头兽人，这让男主对这个游戏的难度更是感到了不屑一顾。但艾米趁着男主的其他队友去分尸收集材料的时候，艾米单独跟男主聊天，聊起了自己的过去。原来艾米在现实中跟男主一样大，艾米曾经是和自己的前男友一起玩的这款游戏，并且曾商量好要一起变强，去讨伐这座城市的终极怪物巨魔。结果讨伐的前一天，艾米的前男友他死了不是游戏里面死了，是现实中这个前男友被车撞死了。艾米深受打击，不过为了纪念前男友，艾米一直守在这个城市，等待强者组队，好一起去讨伐巨魔，了却前男友的心愿。但没想到这个又老又坑的游戏一直没有强者来到这座城市。如今男主来了以后，艾米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哭诉着请求男主跟自己一起组队杀巨魔。男主听完感动的那是一塌糊涂，二话没说就让艾米加入了自己的队伍。而且此时男主自大的甚至听从了艾米的意见，不去参考什么攻略网站，要亲自体验这个游戏的乐趣。但等大家回城以后，艾米却单独的跟男主说，把拷问官踢出队伍吧。理由是拷问官不仅穿着暴露，容易被人盘查，同时拷问官还总喊着要看男主尿裤子，肢解男主啥的。艾米就表示奇怪，为啥总带了一个敌人放在自己的身边当队友呢？这话也给如月听到了，如月也表示游戏嘛，换更强的队友也是常态了。男主就这样被两个人话赶话逼着去询问拷问官的态度。男主本来也不敢直问，只敢旁敲侧击的问拷问官是否想换个队伍。拷问官那个性格大家都知道的，一见男主问这些问题，当时拷问官就一拍桌子同意了离开队伍，而且非常干脆，乐乐呵呵的那种。拷问官的解释是因为长期看不到男主尿裤子，他已经玩腻了，所以就走了。但其实男主心有愧疚，因为长期相处之下，拷问官都和青梅竹马玩成了好闺蜜，现如今强行拆散了这两个人。再看青梅竹马那个落寞的样子，男主于心不忍。就在这时，艾米却又跑来劝男主说，把你那个魔剑也卖掉吧。艾米的理由是她看这个魔剑散发着不吉利的瘴气，怀疑是有鬼怪作祟。但好在男主此时还有底线，坚决不肯卖掉自己的魔剑。不过艾米也没有再劝男主，反而说要给男主介绍一个新的强力队友，好一起组队未来去对抗巨魔。然后第二天，这个要加入男主队伍的强力队友坐在公园里面等着男主抱着头的时候死了是头放在胸口抱着的那种抱着头。而杀人的人正是离队的拷问官。原来拷问官根本就不甘心，甚至拷问官离队以后就开始扭曲到要折磨死男主为止，并且此时拷问官也出现在了公园里，拿着锯子说要切下男主那块肉，然后塞上管子做成尿裤子喷泉。好在光天化日之下，这里的动静很快就引来了很多 NPC。 拷问官见没有机会下手，就先逃之夭夭了。但是在逃之前，男主发现自己因为愧疚之情根本发挥不出魔剑的实力，甚至根本招架不住拷问官的攻击。而很巧的是，被杀的这个新队友其实是一个通缉犯，所以城里的 NPC 并没有打算追捕拷问官的意思，这就导致男主提心吊胆，害怕拷问官随时偷袭。这时候艾米就又提议让男主去买城里面武器店卖的120万金币的
圣剑。有了强力的武器，就不用怕拷问官的偷袭了。但男主此时并没有那么多的钱，但艾米却说他有门路。于是，在艾米的撺掇之下，男主去了地下钱庄，从这里的老板娘切尔西手中贷款了100多万的金币，买下了圣剑。男主当时也没有当回事，心说多杀点城外的兽人拿去卖钱，贷款的钱很快就能还上的。结果男主刚出城就发现拷问官在森林里早就搞起了屠杀兽人的行动，导致兽人几乎都快被他杀灭绝了。好不容易男主碰到了一个漏网之鱼的兽人，结果交战期间120万金买的那个圣剑，他直接就碎成了渣啊！没错，这就是一个冒牌圣剑。等男主杀完兽人，再跑回城里去退货的时候，却发现武器店已经人去楼空。这时候艾米哭哭啼啼的向男主道歉，说什么游戏险恶，他单纯无知之类的。但是男主心软，没有责怪艾米。不过要命的是，第一天要还地下钱庄的钱，男主这其实还差2万金。本来男主想要找地下钱庄的老板去商量一下，宽容个2天再还。结果地下钱庄的老板娘听完以后，当场就袭击了男主，说什么都要逼着男主当天把钱给还上，不然就当场摘了男主的器官拿去卖钱。男主见状，本想跟老板娘切尔西弄个鱼死网破，打个你死我活，但男主却发现这个老板娘无论是刀砍水淹、坠下悬崖都不会死，甚至受的伤很快就会复原，追上来继续索命追债。而且这个老板娘力气大的惊人，空手就能接住男主的魔剑，比死掉的那个基友都恐怖啊！眼见男主差点就要被这个钱庄的老板给杀掉之时，是青梅竹马最后关头卖掉了身上的所有衣物，换来了2万金才把钱给还上的，让老板停下了手，放过了男主一马。但老板娘走之前却说，第2天她依然会来找男主追债的，记得准备好钱。但追债的老板娘一走，艾米就又哭得梨花带雨，跑来跟男主道歉，说是自己上了当害了男主。而男主也是看上了艾米的性格和容貌，心软不忍心怪艾米。艾米看男主依旧愿意帮自己，艾米就明着说自己已经喜欢上男主了，并且还跟男主约定下次在登录游戏前提前1小时来游戏里面。艾米要跟男主单独约会，有重要的话要跟男主讲。男主也没有怀疑啥，就先选择登出了游戏。本来游戏里面的经历已经让男主提心吊胆了，但回到了现实生活中之后，男主发现之前会跑来给自己鞋柜里面塞信的那个学妹，在男主同学友人 A 的调查下发现这个学妹根本就不是他们学校的人，并且这个学妹现在给男主写的信越来越像恐吓信了，甚至这个学妹还约定非要跟男主见一面。另一边，男主的妹妹告诉男主，最近有一个奇怪的女人总是在家周边游荡，甚至雨天不带伞，就在窗外死死的盯着男主家的窗户。男主此时其实有些怀疑这个妹子会不会是艾米呀？但是为了先解决游戏里面的事情，男主没管现实中的事，而是开始查攻略，想要解决眼前的困境。结果却发现游戏里面那个地下钱庄的老板是个 bug 般的存在，根本就不会被杀死，而且战斗力逆天，无论逃到哪里，这个老板娘都会追杀过来，要不然把钱还上，要不然等着被这个老板娘摘走器官而死，根本就没有第3个选项。男主心说坏了，这得想办法早点把钱还上。于是在后一天，男主如约的提前登录游戏，想要跟艾米谈筹钱的事情。结果艾米却率先开口，表示自己喜欢上了男主，甚至表示讨伐完巨魔，艾米要在现实中与男主见面。因为这个游戏的特性，真人长什么样，游戏里面的角色就会长什么样。看着艾米可爱的外表，男主更是心动的开始胡思乱想。不过此时艾米也突然给男主扑了一盆冷水，告诉了男主，自拿拷问官离队之后，拷问官几乎已经把城市外周围的兽人都给杀光了，所以男主现在急需用钱，似乎很难靠杀兽人来解决。一想到恐怖的钱庄老板娘，男主吓得就直哆嗦。但艾米却不断的劝说男主先把魔剑卖了，把欠的钱补上以后，不行就先去下一个城市杀怪，等有了钱再把魔剑赎回来，不就可以了吗？男主此时也是走投无路。本来男主想要在灵魂状态下询问一下基友的意见，但男主怎么都没办法唤醒魔剑里基友的意识，根本没法交流。最终男主只好听从了艾米的建议，卖了魔剑，甚至男主还卖掉了身上的所有装备，才凑够了钱去钱庄把债务还了。结果钱庄老板娘却说这只还了本金，还有利息没有还，明天记得按时还利息，不然他依然会去找男主讨债。这就把男主给急疯了，恨不得当时就带着艾米去下一座城市。结果刚出门，男主却看见了嘴里插着匕首浑身流血的基友跑来找男主索命。鬼魂基友表示男主卖掉剑的行为等于又杀掉了他一次，现在是2.0
恶鬼报复时间。这还不算完，青梅竹马其实跟基友是灵魂互通的状态。男主被鬼吓得走投无路之时，正好又碰到了青梅。男主本想隐瞒说魔剑是基友同意才卖的，结果这话一出，青梅竹马当场就化身成了追杀者的扭曲形态，要让男主偿命 2.0。好不容易男主拖到了如月登入游戏，但有恶鬼基友的帮忙，青梅竹马竟然能够知道如月的方位，轻松的躲避掉所有如月的攻击。男主又心有愧疚，根本使不出必杀技来对付青梅，眼见青梅杀疯了，当时就把男主扑倒，就听刺啦一声，瞬间周围就布满了浓烟。原来艾米及时出现，用烟雾弹遮蔽住了视线，带着男主逃了出去。为了躲避青梅竹马的追杀，男主他们躲进了一直关门的武器店里，暂时避避风头。本来男主恨不得当场退出游戏，从此不玩了，但是如月却在一边一个劲儿的鼓吹肯定能有办法解决的，并且艾米还鼓励男主说第二天一起去找找看还有没有兽人，说不定天无绝人之路。男主这才勉强的选择继续玩下去。结果游戏里的第二天，主角一行人刚到森林里，就发现浑身涂着迷彩装的拷问官，原来他把最后一个兽人都给杀了，彻底断了男主的财路。同时很快青梅竹马也出现在了这里，原来这俩妹子此时已经组成了生死与共的同盟，在这里联手要给男主断子绝孙之痛。男主虽然实力很强，但架不住幽灵基友不停的出现捣乱，艾米又打了一半，突然间人不见了，导致男主很快就被青梅和拷问官给制服。就在青梅竹马控制住男主，拷问官扒下男主的裤子，要割下一块肉制造尿液喷泉机的时候，艾米故技重施，用烟雾弹和催泪弹成功的控制住了青梅竹马和拷问官。原来在此之前，艾米按照如月的指示，趁机先去偷走了拷问官装兽人尸体的袋子，然后在关键时刻再把男主救走，这样就有材料去换钱去还高利贷了。但是等男主他们换了钱去找钱庄老板娘的时候，老板娘却高兴的说这钱根本就不够还利息的，而且再拖一天的话利息会翻倍。不过钱庄老板娘却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原来城镇附近的巨魔山洞它开放了，似乎只要讨伐了巨魔尸体所换来的钱足以还上所欠的所有高利贷。本来男主有些犹豫，因为现在他的状态是会随时出现看到基友幽灵来恐吓自己，同时两个前队友会随时蹦出来要太监自己，再加上魔剑也卖掉了，少了强力的武器，在这样的状态去打巨魔怕是要腹背受敌，难以应付。但是如月却说这毕竟是游戏嘛，怎么可能会同时触发多个事件的发生呢？所以如月劝说过后，男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带着艾米和如月去了巨魔山洞。结果刚进去没多久，男主就中了基友恶魔索命的幻觉，差点被陷阱宝箱给坑死。与此同时，青梅竹马和拷问官也前后夹击的要来索命。更要命的是，男主逃跑的时候慌不择路，跑到了巨魔洞的深处，巨魔正好被喧闹声给吵醒了。男主现在是腹背受敌，连逃出去的机会都没有了。这时候男主再一看如月却吐了吐舌头说嘿嘿，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气得男主当时就想死了这个笨女人。不过如月这个时候灵机一动，让男主钻到了体型巨大的巨魔身后，这使得巨魔第一时间是跟青梅竹马和拷问官撞了个正着。这两个妹子也是够极端的，当场就跟巨魔打了起来。本来皮糙肉厚的巨魔匕首和锯子都很难伤他分毫，但是青梅和拷问官自打联手之后学会了羁绊的技能，通过灵巧的走位和亡灵基友的协助，两个妹子在经过无数次攻击之后，硬是把大他们几倍的巨魔活活给刮死了。见这俩疯娘们越来越厉害，男主也不敢迟疑，赶紧趁两人没注意，打算带着艾米先逃出去。结果俩妹子见男主要逃，干脆一把火就把巨魔的尸体给烧了，这样没了素材去换钱，男主还不上债务，必定会走投无路。不过就结果而言，讨伐了巨魔，剧情得以推进，男主他们也可以去下一个城镇了。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男主只想退游，再也不玩了。如月见状，为了能够让男主继续玩下去，如月说自己要先去查查攻略，让男主先别急。但如月提前下线以后，男主刚要下线，艾米却叫住了男主，说无论过程怎么样，男主也算是帮助他实现了心愿，讨伐了巨魔。所以临别前，艾米亲了男主一口，嘴对嘴的那种，并暗示希望下次还能再见到男主上线。两个人再见面的时候，希望关系能够彼此更进一步，这就使得男主被艾米迷得神魂颠倒。就连退出游戏之后，男主梦里
也全是艾米的身影。不过在梦里面，艾米还没有让男主甜蜜多久呢，艾米的身形就变成了亡灵基友要来索命了，这才让男主从梦中醒来，回归到了现实之中。后来男主上学后，男主在自己的鞋柜里发现了一直给他写信却不是他们学校的学妹佐奈子寄来了用自己的血做的巧克力，并且这个佐奈子邀请男主几天后在某个地方见面。这事儿把友人 A 吓得不轻，说什么都要下次带着霸凌过男主的同学一起去保护男主。而男主的妹妹最近也发现了这个跟踪狂天天在窗外盯着男主的房间不肯走。不过就算发生了这些事儿，男主也没当回事，因为跟游戏里那俩恐怖的妹子比啊，这现实中的妹子简直可以用温柔来形容了。不过为了跟艾米见面，男主还是在晚上按约定登录了游戏。本来男主打算和艾米一起先去下一个城市，但没想到刚一上线，青梅竹马就追杀到了男主他们的藏身之地，并且青梅竹马告诉男主她怀孕了，有了男主的孩子啊！男主都惊讶了，心说我咋办到的？但很快青梅竹马就揭露了真相，原来他肚子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衣服里面藏着一个被青梅竹马杀死的兽人婴儿的尸体。此时陪在男主身边的如月看到这，表示不愧是追求真实性的激战游戏，连这种只有人类才存在的悲伤应激反应他都还原了，了不起！男主心说你有病吧，就你坑我玩的这破游戏，怎么说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似的？而病态的青梅竹马是一边把尸体当武器扔到男主面前，要拦住男主的去路，一边青梅还掏出了刀子，说要让男主负责，并希望要跟男主同归于尽。更麻烦的是，基友的恶灵还操控着兽人婴儿的尸体一起向男主袭来。好不容易男主杀出一条血路，逃出了青梅的魔爪，结果出门没多久就与要债的钱庄老板撞了个正着。钱庄老板娘见到了男主大腿上正有一个兽人婴儿的尸体扒着不放，钱庄老板告诉了男主，这种兽人婴儿反而能卖出比普通兽人的尸体还要更高的价钱，多弄几个说不定就能把欠债全给还了。有了这个暗示，男主也没那么害怕了，顺手就把这个兽人婴儿的尸体给卖到了道具商那边，竟然净赚了10万多金。正当男主说日子要好起来的时候，男主却发现刚才还陪在自己身边的艾米突然不见了。男主刚出店门要去找艾米的时候，就发现艾米愣在原地不知所措。男主循着视线一看，发现原来此时游戏里面出现了 bug。 什么 bug 呢？就是城里的 NPC 全都不穿衣服了啊，而且每个人说话都断断续续的，语无伦次，吓得如月赶紧给 NPC 关键部位打上了马赛克，怕给男主的幼小心灵造成创伤。不过见游戏里面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月表示先下线去查查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如月走了以后，男主刚要下线，艾米就又叫住了男主。艾米表示她希望和男主一起放弃这款游戏，毕竟这个游戏内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男主正犹豫的时候，艾米上来就亲了男主一口，并表示以后要在游戏外的世界与男主见面，同时还给男主留了个电话号码。打这之后，男主下定决心回归现实，于是男主从此避开了如月的骚扰电话，不再进入游戏。不过很快就到了男主要跟跟踪狂妹子佐奈子约好见面的日子，因为男主一直觉得啊，这个跟踪狂很有可能是艾米嘛，所以男主不顾友人 A 的阻挠，非要去赴约。但友人 A 还是拉着霸凌二人组一起陪男主赴约，结果来了以后却发现这个佐奈子啊并不是艾米。不过这个佐奈子总是低着头，散发着阴郁的气息，手里还拿着个法国人偶，而且还跟别人说这个人偶啊是婴儿，看起来精神状态不太正常。而且佐奈子非要结结巴巴的说未来要跟男主结婚什么的，这搞得跟男主一起来的两个霸凌男都看不过去了，上来就推搡佐奈子，让他赶紧滚。但男主态度却很好的扶起了佐奈子，并说自己有错在先，没提前告知会带人来。佐奈子则是给了霸凌男毛骨悚然的眼神之后，留给男主联系方式后就走了，没过多的做啥，只是他手上的法国人偶却忘了拿走。不过有人 A 说还是不要跟这个佐奈子扯上关系比较好，说什么人偶太吓人了，还是丢了吧。男主则说就这人偶啊都还没有兽人婴儿恐怖呢，所以男主最后还是把人偶捡回了家，打算下次找机会把人偶还给佐奈子。处理完见面这个事情之后，男主就带着游戏机去了如月所在的游戏店，并告诉了如月自己爱上了艾米，所以以后都不打算跟如月一起攻略这个垃圾游戏了。如月一听就急了，明明是我先来的，你怎么能这样？于是如月故意跟男主拉扯到一块，并让男主把自己推倒在地之后，趁机拍了一张照片，并表示如果男主不继续玩游戏，他就要把男主推倒自己的照片
散布到全城，让男主身败名裂。男主说我要报警，吓得如月赶紧道歉，说我刚才都是开玩笑的，你千万不要报警啊。男主这才有了机会挣脱了如月的控制，撒腿就跑，冲回了家。本来男主回家以后是想把自己今天各种不愉快的事情打电话告诉艾米，结果电话刚拨出去，男主就发现电话的那头竟然是极战游戏开发公司的座机电话。这就搞得男主不知所措了。而这时候如月竟然跑到了男主的家门口，并敲门跟男主的妈妈说自己是每天跟男主晚上都会密会的密友吓得男主赶忙把如月喊到了自己的房间，避免自己的老妈继续误会下去。原来如月刚才在推搡的时候给男主装了一个 GPS， 所以他直接循着讯号找到了男主的家男主心说真的应该报警才行啊。但是男主又很好奇，是不是游戏屏蔽了电话号码导致自己没办法联系艾米，所以男主趁机就问了如月没法打通电话找到艾米的事情。如月则提醒男主可以查看一下攻略网站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结果男主不查不要紧，一查竟然发现网站上有一段标题赫然的写着艾米的名字。打开文章一看，第一行就写着艾米是游戏里的怪物。攻略网站的作者神威用很恶毒的口吻说明了艾米其实是游戏开发商为了劝退玩家的 BOSS。 艾米真实的身份就是十字路口的恶魔，他可以假扮成玩家的身份，甚至拥有后门程序可以看到玩家假扮的精灵。其实一般艾米并不会主动来骚扰普通玩家，但只要有玩家的名牌得到了狂妄之徒的称号后，并同时在公会里表示想要跟更强大的对手进行对战时，就会触发召唤来这个恶魔 BOSS 的机制作者神威其实5分钟就解决了这个叫艾米的恶魔，因为艾米的名牌材质其实跟普通玩家的名牌根本就不同，神威直接掰坏了这个艾米的名牌，就彻底的让艾米现出了原形。不过就算没有神威那么厉害，神威也在攻略中表示只要按照他的步骤去做，就能轻轻松松的攻略艾米，从此以后还能轻松的攻略这款游戏。男主这时候多少有点后悔自己在游戏里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待拷问官和青梅竹马这方面，所以为了赎罪，男主还是按照攻略的指示重新回到了游戏里。首先男主去到了森林里，找到了一直埋伏在这里的拷问官，男主主动道歉，并按照攻略里的指示被拷问官用绳子绑得跟螃蟹似的，然后当着拷问官的面当场尿失禁。拷问官这才领会到男主是真心知道自己错了，选择原谅了男主。随后男主又按照攻略去了河边，找到了青梅竹马。虽然青梅竹马依然会主动攻击男主，但有攻略的帮忙，男主轻松的躲开了所有的攻击，并最后真诚的坦白了自己愚昧受骗的事情。其实青梅竹马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男主把基友魔剑给卖掉了，而是男主欺骗青梅竹马说基友同意男主去卖掉魔剑这个事儿，因为这个行为在青梅竹马看来就是赤裸裸的背叛。不过男主一直在道歉，听着青梅竹马骂自己骂了几个小时都没有逃跑，这才让青梅竹马彻底的解气。最终青梅竹马给了男主一个大麻袋，麻袋里面装满了兽人婴儿的尸体，拿着这些材料去卖掉，不仅可以把基友魔剑给买回来，甚至可以还上地下钱庄的利息。而且在青梅竹马的协助之下，男主甚至得到了更多的钱，还买了更好的装备。男主见这个情形，那更是要乘胜追击，立马就带着队友们去了十字路口，找到了一直守在这里的艾米。艾米这时候也不装了，告知众人他就是被安排在这里阻止异界人去帮助下一个城市的恶魔。说完，艾米就变身显现出了恶魔的原型。本来按照攻略的说法，打败艾米会轻而易举，但实际上艾米强的离谱，不仅空手就能挡下男主的魔剑，同时这个恶魔还有下毒的技能，可以让碰到他身体的人麻痹3分钟，在此期间人会因为中毒头晕失去力气。男主拷问官青梅竹马全都中了招。更糟糕的是，为了虐杀男主，艾米竟然先将毒手伸向了靠自己最近的拷问官。幸好拷问官是个虐待狂，被艾米连续采击之后，拷问官连吐好几口血，却依旧有力气吐槽的说，原来自己以前审问的犯人们心情是这样的。然后话还没说完，拷问官的头就被艾米给砍下来了。男主难以置信地瞪着艾米，但艾米并不打算给男主喘息的机会。就在艾米冲过来要杀了男主的时候，攻击却被人挡开了。原来青梅竹马靠砍断自己的左手，用疼痛强行让自己恢复了意识，并第一时间冲过来保护了男主。为了让男主逃走，青梅竹马抡起一脚就把男主给踹了出去，而青梅竹马则当场被艾米砍掉了脑袋，身首异处。
此时3分钟的效果刚刚好结束，如月见自己也能动了，赶紧劝男主先逃，再想办法对付艾米。但男主已经愤怒的情绪失控，说什么都不肯走，而这一份情绪却加强了男主的能力。在男主极度悲哀的状态之下，男主觉醒了无敌的力量，男主操控着魔戒，毫不犹豫地将艾米斩成了2半。本来就算这样，艾米仍然能够说话，但是男主根本不给艾米喘息的机会，迅速的挥砍，直至艾米的身体被砍得七零八落，散布满地。直到艾米再也没了动静，男主才停下了动作。而男主胸前的名牌的称号，此时也变成了永久无敌的冒险者。但男主这个时候并不解气，男主不停地拿魔戒反复戳着地面，咒骂着，后悔着，说自己害死了队友。男主甚至为了复活队友，打算退出游戏，去找神威的攻略，看是否还有一线生机。结果男主退出游戏的时候，却在灵魂的状态下看到了青梅竹马的灵魂。此时青梅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与男主见面了，他终于明白了自己是命中注定会牺牲的角色，也明白了男主是异世界人的身份是咋回事。所以青梅竹马希望男主别再复活自己了，他要先一步去地狱，希望男主好好的活下去，别再被别人干掉了。男主被这话讲的更是后悔，结果男主出了游戏查了攻略，却发现神威的攻略里写到，所谓的轻而易举，就是在这群队友团灭世界触发之后，主角的力量会大幅提升，以后的游戏里将再无敌手，所以整个游戏将会变得轻而易举。但是这并不是男主想要的结局，男主看完攻略之后就立马又回到了游戏里，而这一次男主选择杀了他自己，哪怕破坏了软件和硬件，男主也想要重新开始去拯救青梅和拷问官。所以男主这一次死亡之后，男主二话不说就跑来找如月，要去购买新的游戏机，并表示钱他愿意用打工的方式来还。而这一次男主在提前查看了攻略的时候，却发现神威预判了会有男主这样不甘心同伴死亡的玩家存在，所以提前写好了一个隐藏攻略。虽然隐藏攻略里神威一如既往的带着嘲讽的语气，甚至直言男主这种人是直接掉进了游戏开发商的商业陷阱，纯纯的爆金币玩家。但神威还是给了男主指出了一条相当巧妙的攻略技巧。看完攻略后，男主用新的游戏机回到了游戏世界全灭结局的1小时前。此时青梅还在训斥着男主，但此时男主却深情的一把抱住了青梅。青梅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突然变得很难过，不过此时青梅像之前一样，也原谅了男主此前的背叛行为，选择回归到了男主的小队之中。这一次男主再次和青梅和拷问官组队前去猎杀艾米，不过这一次他们提前准备好了中毒的解药，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一开战，男主他们依然陷入了中毒的效果。虽然有解药，没有之前那么浑身无力，但战力还是明显下降了。眼看这一次艾米差点就要再次虐杀全团，好在男主提前留了一手，男主一边吸引艾米的注意力，避免拷问官被杀，男主还一边不停的劝青梅不要走极端，避免了青梅为自己挡刀而死。艾米则是上了男主的当，被激将法整的，想要再折磨男主一段时间，这就给男主争取到了时间。很快男主的杀手锏突然出现，挡下了艾米的攻击。原来男主这一次并没有还地下钱庄的钱，这使得地下钱庄的老板娘很快就为了钱跑来找男主要债，而正好艾米属于杀疯的状态，一切要阻止他行动的人都被他视为了敌人，所以钱庄老板娘跟艾米一见面就各为各的利益打了起来。虽然艾米的攻击力很高，但钱庄老板娘根本就打不死，而且钱庄老板娘死缠烂打，又会不断的激怒艾米，使得两个人越打时间越长，这也就给男主他们解除中毒效果争取到了时间。最后在钱庄老板控制艾米的时候，男主青梅拷问官一起出手，把艾米打成了重伤。眼见大势已去，艾米不死心了，打算拉青梅竹马同归于尽，但这次男主挺身而出，以被砍掉一只左手为代价救下了青梅。最终男主用魔戒砍下了艾米的头颅，彻底的杀死了恶魔。但是艾米临死前说弗罗拉城已经没救了，这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在想问一些什么的时候，艾米已经彻底断气，没了动静。而另一边钱庄老板娘继续凶神恶煞的要找男主要钱啊，不过男主提前准备好了金币，甚至还多给了老板1万金币作为帮忙的报酬。老板娘很识趣的收下了这笔钱，回忆一个香吻，并表示欢迎男主以后常来借钱。总之游戏中男主彻底攻克了恶魔，随后男主又
回到了现实，时间也来到了第二天。男主为了归还法国玩偶给佐奈子，便把佐奈子给约了出来。像上次一样，怕出事的友人 A 拉着霸凌二人组，又陪着男主一起来赴约。而见面之后，佐奈子也不知道为啥那么激动，拿到了玩偶后，竟然激动的向男主告了白。不过男主也不再是过去那种扭扭捏捏的性格，男主此时大大方方的拒绝了佐奈子。而佐奈子听完就立马去偷自己的包，吓得友人 A 还以为佐奈子是要去偷刀对男主进行报复，所以友人 A 打算拉着男主赶紧跑。但男主此时也不躲也不逃，静静的等待着佐奈子的下一步动作。这行为反而让佐奈子的情绪变得没那么激动。其实佐奈子要掏的是一副手铐，他希望用这个可以将自己跟男主连在一起，永远不分离。但男主表示自己暂时没有办法和任何人交往。不过男主说他并不讨厌佐奈子，希望大家可以先做朋友。这一份从容最终也让佐奈子没再纠缠，欣然的拿着玩偶回去了。看起来此时像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此时正是男主高考前选择志愿的关键时期。但为了还游戏机的钱，男主又不得不去如月的店里打工。那么未来男主将会遇到怎样的遭遇呢？各位就等吧因为这书已经2年没更新了。好了，以上就是如果究极进化的完全沉浸 RPG 比现实更垃圾的话，在动画完结之后第3卷和第4卷所讲的故事内容，各位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呢？看完以后你有啥看法与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你还想看哪部动漫的原作是咋完结的？也别忘了留言告诉我。点赞越多更新越快，望大家多多点赞多多支持。